157号，我们继续往下拍19世纪的五彩人物故事文凭，也是无底价1000元的起拍价，有请老师讲解。好，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屏呢，这是一个标准的釉上彩绘啊，我们叫五彩。那么这是一个观音屏，这个呢也是比较遗憾的，就是它的口啊一块儿给。这个切了，实际上它是正好这个不是人为用刀具切的啊，正好也是像耍圈一样的，正好是胎在接的时候出现了这个情况，所以它的口沿是比较平齐的，而且它的断口啊，不是像刚才那种是敲的或者用正好是衔接部位上形成的这种现象。那么这个上面呢，除了这个口以外，大家注意一下，它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撞击点，形成了这么一个击倒纹。这个地方是个撞击点撞击点。对，器身长冲有一个长冲出来了，这个挺遗憾的这件东西，这个冲还是挺长的，一直延伸下来。那么这件东西呢，如果不是这些毛病的话呢，这件器物它的色彩保存的还是非常好的保存的非常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它的底部的情况怎么样？来看一下。这件体量挺大的展示底足还有点费劲儿。这个呢，因为它体量大，这一件东西现在接口它的这个残存的高度还在48.8公分，这个尺寸还是挺大的。那么再看一下底下的这个款的写法，它是用楷书大清康熙年制6字2行楷书款那么这件东西呢，我为什么就这个款要给大家说几句呢？这个镜头前的朋友认真看一定要认真看。你们注意看到没有？这个款是用矾红写的，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是没有光泽而显得干涩。这个呢，就证明它不是民国后期到建国初期用的那种像油漆一样非常光亮的那种矾红。如果我们要是亮矾红的话，我告诉你，那一定是后来的。而这个款，一看这个款的写法，包括这个字的写法和它这个矾红颜色，它呈现的这种现状，告诉你一定不会错年代上我们标的是什么呢？我们标的是19世纪。实际上呢，这件东西应该是在光绪晚期到民国初期这么一段时间的东西。所以这件东西整体的看我们把它立起来看，它这个上面的色彩的搭配，包括这个色彩的透明度，都远远超过后仿的那种透明度。因为到了后来以后，这个你比如说这种水绿果绿墨绿它会变得有一点点乳浊感。如果我们看到它有乳浊现象，对不起，这个年代一定是比较晚了。所以我们在看这件东西的时候，我们且不说这个它画的是什么东西，但是就要注意这个色彩的搭配和使用，同样也是我们鉴定的时候必须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因为今天话不能多说，要举例子的话，我有很多例子可以告诉大家那么这件东西呢，这个好像是在这个灯火底下在奔跑，这个是写的一个什么内容，我还真是没有查出来这个是一个什么典故或者是什么故事。但是这件东西的这个色彩呢，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好的这个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好吧？好，我们来请拍卖师。感谢唐老师讲解。要真想听老师来真正展开说知识的话，每周三下午要来一起说听一听了。谢谢。现在是2000元的出价，大老师出价2000元，还有更高的出价吗？这一件19世纪的五彩人物故事文凭，现在是2000到落锤了。2000元，2000，最后一次。3000元有效。我们网络端的小伙伴示意我，3000是有效出价，诺老师出价。
昨天的专场也看到了诺老师，感谢您的支持，3000元。我来问一下上一位的藏友，考虑4000吗？现在是3000元，来自诺老师出价，还加吗？各位，4000看到了。其实这个图案真的不错，我不是说别的，如果说这个一点瑕疵都没有，还真是非常好的一件作品。这个以往我们看到很多的呀，这种五彩，说老实话，眼睛一瞄就知道它什么年代。像这个色彩这么干净漂亮，还真是不多啊。这个我们不是看了这件东西本身是奉承的，不是这个意思。的确是色彩搭配的比较好啊，比较不错的一件作品。关键问题呢，这个是画在月夜底下呀，打着灯在跑，这是什么故事？这个确实目前还没查到。这个呢，让我感觉到很抱歉啊，这个是让我感到很抱歉的地方。这个反正大家自己看吧，因为我呢只是说把我所要想的告诉大家啊，希望大家能够重视。好，感谢老师，也感谢藏友送出的传送门，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一剧的抖音直播拍第8期。正在进行的是1157号的拍品，最高出价是4000，还加吗？4000元，我要落锤了。4000，最后一次，4000。好，谢谢。恭喜您买到了。我们来看1158号，清晚期的粉彩人物故事文双耳大屏。今天的拍品体量都会比较大一些。哎，这个也又是一个大屏啊。这个大屏的尺寸，我先告诉大家，这个尺寸比较大，这个60公分了啊，这是60公分。那么这个呢，是我现在有意识的把这个正面对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上面呢，的确是有吊毡的，我真的为这件东西啊感到很遗憾啊。这件花瓶耳完整，底下这个肚子上这一块啊给磕碰了，但是这个整体的色彩保存的非常的完美，而且主体纹饰画的是什么呀？这个应该是赵子龙吧，大战长柏坡。那么这个中间看见没有？大家注意啊。这个地方看见没有？赵子龙怀里边抱着谁呀？阿斗，啊，阿斗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整体纹饰一个画的满，还有呢，这个色彩搭配和人物的形象啊，栩栩如生，这一点呢确实是非常难得啊，非常难得，因为这件东西本身的年代啊，我们写的是清晚期。这个讲的这件东西啊，最少是清代同治年间的啊作品。那么何以见的不是浑圆的，第三头，来看一下底面，这个底面是沙底。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它的造型比较早。这边看的是赵子龙，这边好像是谁呀？正好有张飞吧，这边的棒。那这个神韵特别好。
所以刚才我们讲的损坏呢，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修损的技术啊，还是很厉害的，稍微一修，这个地方完全可以看不出来，啊，修得非常的完美，啊，所以这样的东西呢，在我们几十年的工作当中，画的这么满的、这么漂亮，色彩搭配也这么鲜艳的，还真是不多，啊，有没有见过好的？有，但是像这样的这个人物比较大又这么满，啊，色彩又这么鲜艳的，还是不多的，啊，还是比较漂亮。好，请拍卖师。好的，感谢老师的讲解。我们现在镜头切回来，进入竞价环节。现在是5000元、6000元，看到了6000元最高出价，永老师非常感谢。还有7000吗？各位藏友，有7000的出价吗？6000元。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可以先点点关注啊。现在是6000，没有更高，我要落锤给永老师了。6000元，6000要落锤了，6000最后一次，6000，恭喜永老师买到。好，恭喜恭喜。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1159号，我们继续往下拍，来看这件20世纪的粉彩八骏图瓶。对，有请汤老师。好嘞，那么这件东西我们给大家看的是一个正面啊，上面呢是粉彩的八骏图，因为八骏图啊，它来自于什么呢？《十一记》里的周穆王记载。八骏传为周穆王御驾坐骑，那么这个当中，古人相信马是最有阳刚之气的。所谓在天为龙，在地为马啊，就是讲的这个。所以我们这件东西呢，也是按照中国的传说而绘制的啊。这个是我们给大家看到的这个几匹马，都是栩栩如生的。然后我们再给它看一看啊，它的背面。穿营着殿清千里，提帆碧玉汉流霞。大家注意一下，背面还有一首诗啊，有这么一句诗啊，是这么一个诗啊，这个粉彩的瓶，这是一个盘口瓶。那么再给大家看一下底，来注意一下底，给我们一个镜头，底下是什么？底下是乾隆年制矾红金碧矾红的4字2行篆书款。那么这种款呢，特别要请我们镜头前的朋友要注意，这种款呀，主要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比较多见。你看底下还有几个字 ，Made in China， 这个是改革开放以后为国家争取外汇而生产的一批瓷器当中的一件，说起来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因为这些东西呢，在我们的人生这个道路上，我们的阅历当中，我们是见过这些东西的那么现在呢，这种东西又回来了所以我想这种东西呢，也特别推荐给我们这个镜头前的朋友。这是什么？这是历史的见证这个我们要希望大家呢，要能够了解这段历史。那个争取外汇可真的不容易我们走过了那个艰难的那个历程的确是不容易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现在研究历史的人就会知道，这就是历史的符号和见证。好，我们请拍卖师。好的，感谢老师，老师讲得太好了。确实，瓷器是历史时期的见证者。我们现在最高出价是来自施老师的4000，感谢您。以上几位朋友不再多加一口吗？现在是4000元，来自施老师的最高出价，有5000吗？这一件是全品，非常漂亮的一件八骏图瓶，4000。还加吗，各位？4000，如果您不加，我要落锤了。4000，
4000，最后一次，恭喜您，石老师买到了4000。来看下一件，1160号是民国时期的粉彩五轮图观音尊。我们换上这件拍品。好的，有请汤老师。行，我们现在镜头面前啊，咱们看一下这件东西。首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它的尺寸呢，高是46公分，因为我们这次啊大件东西比较多，这个尺寸呢也算是高的，46公分。那么这件东西呢，它主要的品相出在哪儿呢？它的品相是器身有一条冲线啊，我来看一下这条冲线。哎呦，这个冲线还真是不好看。有劳老师为我们展示一下，这件品相是器身长冲，并且足科。一条冲线，哎，这个冲线在哪里呀？比较难找。大家也可以点进详情中。大家看一下那个小黄车啊，上面看一下品相好吗？我们配有紫光图提示大家，这一件的品相是器身长冲并且足科。对，具体的图片可以到详情中去查看。然后呢，有足上有磕，哎呦我娘啊，这个磕是磕的太小了。那在这儿，大家注意一下，就在这个地方，那就这么一点点磕。那就这儿。非常小的一点。那么正好呢，顺便看一下底下有款。这个是，哎，这个特殊了啊！大家注意一下，我把它转正了给大家看啊，转正了给大家看。底下是单方框乾隆年制楷书款，请大家注意的是什么？这个用的是蓝料釉啊。那么这种用蓝料釉的现象呢，在我们的民国早期曾经出过一大批啊，也不能说一大批，只能说一批。曾经是这个袁世凯啊，拿到景德镇啊仿制珐琅彩的一批东西，那个材料是从内库里调出来的。很可惜，这个袁世凯命短，83天就下台了。但是这批材料全落到了这些工匠手上，后来就会出现了一批仿珐琅彩的器物，而且都是小件薄胎。那么我们这些东西呢，都经过自己的手。那些珐琅彩在解放前，我们的老一辈儿就曾经说过，请不要忽视它们。过去这种东西啊，有一些人也是把它作为一个藏品去收藏的。他说时间一长以后，将来一定会受到大家的重视啊！这是我们老一辈告诉我们的。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同样是用的蓝料釉在做的，用手一摸它有凹凸感，说明这个蓝料材料还是好的啊，它有这种凹凸感，它吸附在这个胎的表面啊，有这种张力，才有这种效果。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件东西啊，这个是五轮图，大家注意这件东西，除了刚才我们讲的有冲线和底下一点磕以外，这件东西真的无可挑剔，因为它画的这个五轮图，在我们封建社会里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五伦，它是不可以颠覆的。这就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所以五伦图在封建社会，它是必须要讲的一个伦理道德。那么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图案呢，它是用凤凰啊、燕子呀，包括鸳鸯这些，像鸳鸯就象征着夫妻的，象征着爱情的啊，这些每一个这个飞禽都代表了不同阶层的人在社会当中的地位，所以这一个瓶这个观音瓶，它的尺寸也是46公分，尺寸高，色彩好，而且这个年代也是无可挑剔的无可挑剔的。这是民国早期这种粉彩制作的这种方式，胎釉
都很好，而且这么大的屏用的是中台，啊，色彩一流啊，非常鲜艳，非常漂亮。但这件东西真是很好，看看都让人看着喜欢啊，而且它保存的也很完美。这个就是典型的民国早期的作品，啊，我呢特别提醒啊，我们镜头前的朋友，今后要重视这些东西，要研究这些东西，因为好的民国早期的作品，尤其是粉彩作品，不多见啊，并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多，更不要说仿那个珐琅彩的啊，那就更少。好的，我们请拍卖师。好的，感谢老师的讲解。这件确实非常漂亮，从我这个角度看上去，它釉面是非常莹润的，光泽特别好看，光泽特别漂亮。对，是的。现在是6000元的最高出价，我在等待7000。各位有7000元的出价吗？现在6000，您还加吗？看到不少面熟的老朋友，感谢大家的支持，大家也可以点点福袋啊！现在是6000的最高出价，我要落锤了，6000元，最后一次，6000，恭喜您买到恭喜王老师的出价6000。下一件的 lot 号是1161。清晚期五彩花鸟纹屏。好的，有请汤老师讲解。好，这是一件五彩的花鸟纹的一个观音屏，它的高度是45.5公分，比刚才那个少了0.5公分。那么这是一件五彩的作品。那么很显然，这件东西啊，它是后者仿前者的。那么这件东西的品相如何呢？我们看一下，它的口沿这一块缺肉啊，口沿缺肉，这个地方掉粘，脖子这个地方已经掉粘了啊。那么其他的部分呢，它没有毛病，没有瑕疵。那么再给底大家看一下，这个底下是没有款的，竹端平切。那么它的釉面呢，刚才我们讲了。民国的釉光洁而且粉润，你看这个釉面啊，有很多的很小的气泡，甚至呢有很多的缩釉点，这很显然和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民国的工艺啊，它是有一点点的差异的。这就是我们在鉴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认真注意的。它的口部这个颈部这一块是花卉，肩部这一块是冰梅地，然后开窗上面是菊花，底下呢整个是通景的这种织机牡丹织机牡丹。虽然我们讲它这个题材表现的都是织机牡丹，但是康熙的和民国的比起来，那很显然，我们晚清的也好，民国的也好，和这个比起来，差距就比较大了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的确是要认真的、仔细的去研究。而且呢，我刚才前面跟大家讲过，这个色彩的搭配大家注意，你看你们这个刚才这个绿和这个绿，这个颜色就显得暗，不那么鲜亮。而刚才那个就特别的漂亮，特别鲜亮所以这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矾红颜色没有经过很好的掸刷把它弄薄，所以颜色呢有点像枣皮红的颜色不是那么清澈的这一点呢也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特别给大家强调的下边呢我们想请拍卖师。感谢老师讲解这一件仿康熙五彩风格的五彩花鸟纹屏，非常漂亮。提示大家可以到详情中去观看具体的品相说明。这一件品相是口沿吊片缺肉，大家可以看一下照片。3000元是现在的最高出价，有没有4000？各位可以开始竞价了。3000，要加1000吗？赵老师的3000还加吗？朋友们可以踊跃出价，现在3000，不加我要落锤了。3000，
3000，最后一次。